护圈太子体验生活，骑着宝马送外卖。到了楼下，他给我发消息，外卖到了，给你100块，自己下来拿。我给你200块送上来，300下来，400上来。抬价到1000时，我把他投诉了。下一次打车来了一辆豪车，驾驶座的护圈太子说：“怎么又是您？给你500，滚下车。”我按了一把老板键，不小心把他移到了胯中间。后来我问闺蜜，什么是护圈太子？闺蜜，在护城出没的高级鸭，代称护圈太子。晚上饿了，我点了个外卖，左等右等，终于看见骑手离我只有100米了。骑手突然在外卖软件中给我发消息：“你的外卖到了，给你100块，自己下来拿一下，我不好停车。”我给气笑了，送一单外卖都赚不到几块钱呢，你忽悠谁呢？就凭他这个态度，顺利激发了我的斗志。我给你200块，送上来。结果对方跟我杠上了，300下来，400上来，我俩主打一个谁也不肯认输。当我抬价到1000的时候，他还是不上来，馋虫在肚子里咕咕叫，最后我还是妥协了。我在平台投诉了他，然后骂骂咧咧的换了衣服，跑到楼下，果然看见一个骑手在不远处低头玩手机，他的摩托车还挺好看，尾巴后面还贴了个宝马的标志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脚下生风走过去，准备劈头盖脸给他一顿骂。骑手抬起头，我愣了一下，他的眼睛深邃，鼻梁高挺，唇形完美，上勾的嘴角带着一丝不羁，直角肩，公狗腰，美对臀，这种姿色属于放精子库，我会加入购物车的水平，但我不会因为他长得好看就放过他。结果他的小嘴一开一合，嘚啵嘚啵，先数落起我：“你害我超时了，知不知道？你当时在拍卖会吗？”我一把火窜了上来，对着他发疯：“阿基米德撬得动地球，却撬不动你的腿；牛顿能计算天体的轨迹，却算不出你什么时候送达。你在玩手机的时候，有人因为做了10个小时手术，累得动都动不了，饿得饥肠辘辘，两眼昏花，就为了吃上一口热乎的饭。中国的人口有14亿，而医生只有443.5万。如果每个医生要负责的人口平均算下来，那么每一位医生大约要照顾322个中国人。你不知道，你不在乎，你只在乎你自己。”他惊呆了，我一把夺过外卖，转身就走。他在后面叫我：“我还没给你转钱。”我笑了，还装着要给我1100块呢。我又掉过头，把他车尾巴上的宝马标志给抠了下来，扔到马路牙子上。钱就当我买这假标志了。人的地位有高低，但劳动无贵贱。年轻人踏踏实实送外卖不丢人，别在这里装土豪，没人会当真。说完我扬长而去，深藏功与名。没过几天，我下夜班打车，叫来一辆从没见过的车，从外形就看得出这车肯定不便宜。我走上前，发现根本不知道怎么开车门，还好车门自动开了，我坐到后排座椅上。从后视镜里，我又看见了那个装逼的骑手，他看见我，脸色一变：“怎么又是您？”我也有些奇怪，你怎么不送外卖，改行开滴滴了？还不是拜你所赐，投诉把我工作搞掉了。我有一点点心虚，干笑一声。其实开滴滴也挺好的。我猜测他肯定是把老板的车开出来接私单了。他冷着脸一脚油门，车弹射起步，如离弦之箭窜了出去。一路上车飙得飞快，发动机震天响，连甩几个大弯，急刹急停，差点把我的隔夜饭吐出来。我知道他肯定是故意的，因为那家伙从后视镜瞟了我几眼，嘴角有得逞的笑。但我是那么怂的人吗？必然要干他呀。顾师傅，你知道咱们医院器官移植最大的供体来自哪里吗？就是飞车党啊。出了事故不死也重伤，都是小年轻，器官新鲜又健康，飙车一时爽，死了还能创造社会价值。对了，你签了器官捐献协议没？他一脚刹车，我差点对到前排座椅上。他冷着脸喝道：“下去！”我还没到家呢。他冷冰冰说：“给你500块打车，从我车上滚下去。”说着要我拿出手机让他扫码。又来，我必定不上当，等我下了车就投诉他。我拿起包准备下车，可是我不会开门，门上面有一个奇怪的按钮，我按了一下，然后前排的座椅突然匀速旋转起来，座椅转了180度，他正脸对向了我。但还没完，他的座椅朝着我的方向滑过来了。这是什么新奇功能？我手忙脚乱按下其他按钮，根本停不下来，他越贴越近，几乎跟我脸贴着脸。他惊慌地说：“再按就要亲上了，把你的手从老板键上拿开。”终于停了，但他连同座椅挤到了我腿中间，我以一个很尴尬的姿势卡在了车里，真他妈哭死。为了掩盖自己的尴尬，我佯装淡定：“有钱人玩的还真是花呀，哈哈。”咔嚓，车门终于开了，路人看见了车内的我们，指指点点。他脸色铁青，几乎是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把你的手从我裆上拿开！”我一慌神，用力一按，就听见他闷哼一声。太无辜了，我以为是扶手。我四肢并用从车子上爬下来，也没管他，拧着包包就跑路了。毕竟太丢人，我就说他们有钱人是不是有毛病吧。早上去上班，护士们聚集在一起讨论，真的炸裂。护圈太子爷被人拍到在车里那个，你说这女主角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拍的不是很清楚，不确定，再看看。护士们看了我一眼，小声嘀咕：“难怪眼熟，那人和温医生有点像。”我清了清嗓子，提醒他们该干活了。临近下班，我叫肛肠科的好友蒋薇薇一起吃饭。她捂着肚子说：“还有最后2个病人，你帮我看一下。”我去蹲个坑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我坐在电脑前，看见下一个病人是刚割了痔疮来复诊。听见有人走进来，我头也不抬，直接说道：“关上门，把裤子约对了，躺那边床上去。”听见病人没动静，我抬起了头：“叫你脱裤子。”穿着快递员制服的顾师傅又出现了，芜湖、铁人3项都被他干遍了。他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你这个女流氓，怎么又是你？”我眉头一皱，感觉大事不好。难道是昨天晚上被我按坏了？你挂错了科，这种情况得去泌尿科。他把一个包裹丢我桌上，气笑了：“你这个女人怎么不知羞耻？”我淡定地回答：“对我们医生来说，你就是一块肉，有啥羞耻的？”他像是受了莫大的侮辱，突然把脸凑过来，盯着我说：“我在你眼里是一块肉？”我轻咳一声：“是。”心里却想到是比较帅的一块鲜肉。我记住你了。说完，他大步走出去了。我
我在后面叫道：“记得去挂泌尿科呀！”他的脚步一顿，然后飞速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周末同事们组织活动，来到了高档酒楼，大家吃吃喝喝，几杯酒下肚，气氛越发热闹。绿茶同事突然用台湾腔嗲嗲地对我说：“温启，后天是情人节，我要跟男朋友约会，在场的人里就你是单身，不如你替我加班呗。”声音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我阴阳道：“加班是不可能加的，倒是可以考虑替你约会。”绿茶的脸都歪了。这时候身后传来了脚步声，他一头扑进那个人怀里，嗲声嗲气道：“老公，温启说要替我跟你约会。”他摸了摸他的头顶，宠溺地说道：“除了你，我谁也不会要。”我仔细一看，居然是我的前男友沈笑。他是我的初恋，我喜欢了他2年，后来他终于跟我在一起了，但谈了3个月，他就找借口跟我分手了。我们刚分手没2个星期，他就成了绿茶同事的男朋友。沈笑看向我，不咸不淡道：“温启只是开玩笑。”绿茶同事妩媚地说：“温启可没有开玩笑，他可是给你带了2年的营养早餐，只要你一个信息，他就哼哧哼哧过来帮你加班，舔了2年，最后还是被踹了，应该是很气吧？”沈笑搂着他，毫无诚意地对我说：“温启，他喝醉了。”绿茶同事不依不饶道：“我才没醉，你昨天还给我看他求复合的短信了呢，你不是笑话他是舔狗吗？真的好好笑。”我瞪大眼睛盯着沈笑说：“你在背后这样说我？”沈笑没来得及解释，绿茶同事抢着说：“就连你们在一起的那3个月，你帮他加班的时间，他都在跟我开房。”沈笑一把捂住了他的嘴。我的内心惊涛骇浪，但表面上却波澜不惊道：“哦，唇膏男30秒，倒也不必刻意开个房吧。还有，在恋爱的时候劈腿还能这样趾高气扬的叫嚣，看来你把美容针打在脑子里了，大脑一点褶皱都没有。”所有同事都盯着这2个人，憋笑憋得很辛苦。沈笑脸色紫胀，厉声说：“温启，他只是喝醉了，乱说罢了。而你跟个喝醉的人都要计较，所以我才不喜欢你。女人太要强了，会没男人要。”我瞥了他一眼：“你那么弱，肯定很多男人追着要你吧？”他气到语塞，哽了半天，冒出来一句：“我根本就不喜欢你，别缠着我不放。你这副没人爱的样子，真难看。”我暗暗捏紧了掌心，指甲疙瘩生痛。突然，一只大掌落在了我的肩膀上，长臂一带，我撞进了一个结实的胸膛。慵懒的声音自我头顶响起：“谁说我女朋友没人爱？”我抬起头一看，哎呦，这不是顾师傅吗？他今天又来酒楼取外卖呀！同事们倒吸一口冷气。沈笑瞪大眼睛道：“温启，你什么时候有了新男人？”我挺起胸脯，硬气地说道：“你家卖吸管的吗？管那么多。”顾师傅搂着我，对沈笑说道：“谁年轻的时候没遇到过几个渣男呢？不成熟的爱情，无非就是你渣儿他瞎。现在琪琪有了我，治好了自己的眼瞎，有我这样的男朋友，他怎么还会瞧得上你？造他谣，我会请律师的哦。”我的脊椎窜起一股电流，妈了，顾师傅好 man， 我要为他疯狂打 call。沈笑故意露出了手腕上的劳力士，冷嘲热讽道：“长得帅有个屁用，消费完了能用那张脸去刷卡吗？”顾师傅打了个响指，对身后的经理说：“这个包厢的消费算我头上，刷我脸，记得不包括那2个人的消费。”经理点头哈腰的答应了。顾师傅这一招把沈笑的脸打得啪啪响，我心中一阵痛，他要跑多少单外卖，开多少专车，送多少快递，才能把这个钱赚回来啊？装逼一时爽，买单火葬场啊！我小声的拉着他说：“钱的事情要不算了，各位慢吃，我还要跟琪琪约会。”他拉着我往外面走了，身后包厢里的同事传来惊呼声，他的手温暖干燥，一直拽着我走了好远。走到外面没人的地方，我终于忍不住哭了。顾师傅在旁边讽刺我：“平时不是挺能的吗？这会儿怎么哭了？”我一边抽搭一边说：“我在心疼钱，那个包厢费用很贵的，你是我见过的容量最大的铅笔盒了，装那么多笔不累吗？”其实我在哭自己眼瞎。别看我现在很要强，刚进医院的时候，我其实很弱鸡。那会儿沈笑带着我，在很多次在我无助的时候帮过我。我一个母胎单身狗，对他春心萌动，我以为他也喜欢我，无数次为自己找借口，他只是害羞，他只是太忙。没想到那个人渣，在我帮他加班的时候劈腿去开房，我觉得太恶心，太恶心了。顾师傅把手放在我后背上拍了拍：“好了，知道你在心痛我，但真的没。”我擦了把眼泪说：“手机号给我，我加你，一会儿把账单发我，钱我转你。”他没有拒绝，我们互相加了好友。他说了一句：“终于要到你联系方式了。”他笑了，这一笑犹如夏天微丝的风，撞进了我的心里。我想起那2次他装的逼，板起脸道：“顾师傅，以后你踏踏实实做人，再也不要装逼了。这是什么老土的叫法？把我叫得老气横秋的。”我叫顾川。他对我说，他有一个破碎的家，早死的妈，隐身的爸，恶毒的后妈和贫穷的他。我心生怜悯，于是说：“这个月你冒充我男友，偶尔出现一下，我给你1个月8000怎么样？”其实我大可不必请他冒充男友，同事们质疑就质疑，我不在乎，我主要是想帮帮他。他马上答应了，笑得十分开心。我明白，那是钱的魅力。医院的同事都知道了我有个帅气多金的男朋友。绿茶和沈笑这2天看着我都绕道走。很快就到了情人节，我给顾川转了个链接，让他买束花给我，我把钱也转了过去。今天我有一台手术，快到中午时做完手术出来，发现护士们围着什么东西啧啧称奇。只见我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大束深紫色的玫瑰花，不是我挑的那束花呀。顾川那家伙肯定是偷了我的钱，买一束枯萎的玫瑰来敷衍我。我正要发信息去质问他，小护士围着我说道：“温医生，你男朋友好有钱啊！我刚查过了，这是路易士4玫瑰，非常珍惜的品种，我们都是第一次见。这种玫瑰的花语是我只钟情你一个，太浪漫了。他肯定是买的染色玫瑰，又被他装到了。还别说，装逼的感觉真爽。”我笑了笑，做高深莫测状。沈笑趁着没人走到我办公室说：“温启，那个男人是装有钱，他身上穿的都是冒牌货。我好心提醒你，别因为虚荣心被人骗了。”笑话，我难道不知道顾川什么身份吗？我眼皮也没抬，就不用你假好心了吧？他阴阳怪气道：“我以为你对我死心塌地，没想到才分手你就找了下一个。你可以和他睡，为什么当初不答应跟我睡？”
那我也不会甩你了。妈的，我的拳头硬了。在我即将揍他之际，门外飞进来一个手机，精准地砸在沈笑的脑袋上，手机摔在地上，屏幕碎了。沈笑被打懵了，捂住脑袋蹲了下来。顾川甩着手从门外走进来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手滑了，请问看到我手机了吗？沈笑捂着脑袋，眼中冒火，你敢砸我？都说了是手滑，温医生，你赶紧给他开一套 CT、核磁共振、X 光什么的，务必全方位检查一遍。他看了沈笑一眼，放心，这些费用都我出。态度够好了吧？沈笑被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我慢条斯理地敲击着键盘，沈医生，辐射套餐给你开好了，要不要我们扶着你去检查？沈笑从地上爬起来，用死亡视线扫射一遍我俩，骂了2句就走了。我把手机捡起来，心疼地说，都摔坏了，下次别用手机砸，用我门口的板砖吧。顾川笑了笑，没事，就一个手机而已。我一听就来气，听听什么就一个手机而已，你拿我给的工资就挥霍是吧？他拉着我来到门口，那里停车一辆拉风的红色法拉利。见我疑虑的眼神，他小声说，租的，为了给你长脸。这小子真的能提供额外价值啊。下班的同事们看着我，眼中露出艳羡的目光。我抱着鲜花坐进去，他递给我一杯奶茶，我很忐忑，别在车上喝东西，弄脏了就不好了。我以为他会把我送回家，没想到他开到了外滩，把我带到了一个餐厅，看起来就很贵。我的钱包最近有点瘪，他小声对我说，最近我抽奖中了这里的双人餐，但是必须情侣用。我也是第一次来，咱们到时候装一装情侣。我拍拍胸脯说，没问题。专属管家在门口迎接我们，顾少，您的位置已经预留好了。他抛给我一个眼神，我淡定地挽着他的胳膊走进去。管家把我们带到了2楼的位置，可以俯瞰黄浦江两岸绚丽繁华的景色。2楼只有一张餐桌，没等一会儿就陆陆续续递上了很多道法餐，还有一个人站在旁边拉小提琴，氛围十分到位。我们开了一瓶红酒，我喝得有点醉了，脸上出现不自然的酡红。顾川身后是护城的夜景，高空中突然绽放了无数绚丽的烟花。我端着酒杯说，看看这又是哪个土豪给心爱的人放烟花呢？真好看。顾川问，你喜欢这个？你傻呀，哪个姑娘不喜欢浪漫？顾川眼神微动，试探性地说道，那个其实我是护圈太子。我目瞪口呆，突然一拍他的脑袋，大声说道，胡扯，新中国没有太子。说完我就醉倒在他怀里。早上我在自己床上醒来，脑海中回忆起昨晚的场景。顾川把我扶出餐厅，我在电梯里突然像个八爪鱼一样缠在他身上，撕都撕不下来。我扒拉开他的衣服，把脸贴在他胸口说，好热，让我凉凉小脸蛋儿。他喉头滚动，吞咽了口唾沫说，温起，你喝醉了，我送你回家。我清醒得很，我知道你是太子，我是格格呀，我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他把我塞进了车里，载着我回了家。我小嘴嘚啵嘚啵，强吻了他。后来发生什么就不记得了，要死了，太尴尬了。我从床上爬起来，在厨房里看到一个人影，顾川围着我的围裙，正在给我做早餐。阳光打在他的身上，光影勾勒出他完美的身形，一切刚刚好。我内心有什么东西在涌动着。我清清嗓子，装作很淡然地问他，那个昨天晚上我们进行到哪一步了？他眼里露出一抹戏谑，指了指脸颊说，温医生，真看不出来你年纪轻轻如狼似虎，非要扒我裤子给我检查身体，还问我行不行？我抵死不从，你把我脸都青肿了，你自己看。你还边哭边说沈笑那个死渣男要睡你，你让他拿健康证明和体检报告出来，他拿不出。我老脸一红，这是真事。我多少有点洁癖，不把 HIV、AIDS、TP 等 STD 病毒检查一遍，就算再喜欢我也不肯碰他的。顾川继续说，你问我要检查报告，我说没有，你突然倒头睡觉了，多少有点荒谬了。我心虚到不敢看他，再加3000工资，算是你加班费。他把早餐端给我，我咬了一口饼子，立马察觉出这是楼下早餐店卖的饼子。看着他充满期盼的眼神，我不好拆穿他。他要送我上班，对我拒绝了。等我到医院，蒋薇薇突然冒出来，挽着我的手说，医院里都在传你的男朋友是护圈太子。护圈太子是什么新名词吗？那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第2次听见了。蒋薇薇晃晃脑袋说，不会是什么鸭子的代名词吧？不是女的叫公主吗？男的难道叫太子？在咱们护城做鸭，所以叫护圈太子。蒋薇薇知道我租男朋友的事，也知道顾川一个人打3份工。蒋薇薇蹙起眉头，煞有介事地说，你看他那个姿色，妥妥的高级鸭。我听完虎躯一震，默默地走到卫生间，用7步洗手法仔仔细细洗了一遍手。下班后回到家，我越想越不对劲，他的种种装逼做法确实不像干铁人3项工作的人。我从来没看过他的朋友圈，点进去一瞧，刚发的一条是，你们相信命运吗？配图还是一颗抠掉的宝马标志。他的定位是一个会所，我查了一下，这是本地消费非常贵的会所。他怎么会在那里？答案呼之欲出。我把自己伪装了一番，打车去了那家会所。保安把我拦在门外不让进。我正一筹莫展之际，突然看见顾川从里面走出来，他身边还跟了一个年轻的富婆。富婆穿着火辣的红裙子，露出胸口大片的蜜色肌肤，脖子上的大钻石反射着灯光。富婆拉扯他的手臂，嗲声嗲气，放眼护城，只有我和你最般配。为了你们家考虑，你也应该选我。顾川十分不耐烦地抽出手臂，别烦我。看来他是被富婆缠上了。听说那些富婆会玩什么富婆快乐火、富婆刷刷乐，我接诊过好几个被富婆折磨的断子绝孙的男人，看看顾川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啊！我感觉到一阵心痛，风一般冲过去，挡在了顾川身前。他已经说了不愿意，强人所难己的意思，麻烦你把手拿开。富婆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你在狗叫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好不容易看见你这么大一坨，有点兴奋。富婆气得脸都扭曲了。我跟顾川说话用得着你插嘴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快递员。我说你是小贱货，你就是小贱货。顾川不喜欢小贱货。懂。他现在是我的人，你以后离他远点。为了增加可信度，我迅速把顾川的脖子一捞，吻了上去。本来只是想借个位，结果真亲上了。
他的舌头滑进来，狂风过境一般攻城略地。可别说他的吻技还真不错，我还挺享受。为了让富婆生气，我一巴掌拍到她翘臀上，眼风还不忘挑衅地看着她。富婆在旁边气得都抽风了。顾川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妈妈都答应把你给我了。我勒个去，居然用恶毒后妈威胁顾川，肯定是后妈逼他当丫的。顾川和我没理他。等结束了这个悠长的吻，顾川长腿一迈，拉着我就走。我不忘回头说，听我一句劝，你耳门色黑，泪糖发黑，眼白发黄，一看就是纵欲过度，色欲伤肝，再不节制，可要早登极乐早升天了。顾川扑哧一笑，低声对富婆说，你说你惹他干嘛？我和顾川手拉手走了，刘富婆在风中凌乱。顾川把我塞进他的车里，依然是那辆法拉利。我对他说，我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。他眼神一动，你都知道了？我点点头，是的，我只是心疼你，心疼我。破碎的家，早死的妈，隐身的爸，恶毒的后妈和做鸭的他，怎么不叫人心疼呢？我不忍他堕入黑暗，想拉他一把。我握住他的手，那种事情再也别做了，会所别去了，其他女人也别见了，那些地方真的不干净。好，他笑得很开心，一手挑起了我的下巴。温医生刚才气场特别强大，但还是有一点美中不足，是哪点没表现好？接吻的时间太短了。说完，他又一次吻住了我的唇，缠绵缱绻，难舍难分。我头脑晕乎乎的，只能把眼睛闭上。温起啊温起，你只是在挽救失足男青年，才不是看上一只高级鸭。第二天，我把顾川叫来了医院，我提前开好了检查单，把单子攥在手里，生怕被他看见检查项目。我不想告诉，我给他检查全套病毒，免得他说我歧视特殊从业人员。我带着顾川去抽血，对护士眨眨眼，低声说，给我保密。护士看着检查单，两眼一黑。他看着抽了一管又一管的血，问我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了吗？你看那个护士脸色很不对劲，他脑补了一出大戏，表情越发惊恐。你昨天还说心疼我，我心虚极了。哪有，只是常规检查。常规检查抽这么多血，你是医生，你不能瞒我。抽完血，他脸色苍白，靠在我身上喘气儿。突然又一个富婆拦住了我们的去路，他眉头一拧，道，顾川，你现在翅膀硬了是不是？又是顾川的老客户。我像一只母鸡护崽一样挡在了顾川跟前。老富婆皱着眉头说，你哪位？顾川将我的手一拉，带入他的怀中。这是我的女朋友温起，温起，这是我的后妈。我顿时明白过来，这就是他的恶毒后妈呀，自己穿金戴银，让继子去做鸭养家，真不是人干事。恶毒后妈轻蔑一笑，眼睛上下打量我，看得我很不舒服。她说，你家里是做什么的？多大了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微笑道，不好意思，这位后妈，我只接受党和组织的调查。恶毒后妈愣了一下，手有点抖。顾川笑得胸肌乱颤，好像很爽的样子。恶毒后妈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，就凭你是进不了我们顾家的门的。我嘿嘿一笑，从你的资质判断，我觉得顾家的门槛也不是很高，你跳一跳都能够得着，我不是用脚皮都能踩过去。恶毒后妈瞪大了眼睛，你敢这样跟我说话？你知道我圈子有多大，人脉有多广吗？我一根手指头就能压死你。我觉得他是看宫斗剧看多了，把自己当娘娘，下一步就要喊人给我掌嘴了。我微笑道，如果有哪句话冒犯到你了，请告诉我，我再重复一遍。恶毒后妈扬起了手，5根指甲跟白骨精的一样尖。顾川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用力甩开，呵斥道，够了，小妈你越界了，你没资格过问我的事。他抓狂，就算是你爸爸也不会答应你跟这种低端货色在一起的。我喜欢谁，跟谁在一起，想和谁结婚，都是我自己的事，轮不到你们过问。行，我会告诉你爸爸，到时候别哭着回来求我们。等他后妈一走，他愁眉苦脸对我说，我爸知道后肯定会断掉我的卡，掐断我的生活来源，把我赶出家门。他真的好勇，为了我反抗他那戏精后妈和隐身的爸。这个时候我不挺身而出，还是人吗？我义薄云天道，无家可归就住我家里，工作慢慢再找，可不要再被他们逼着做不喜欢的事了，千万别再做鸭了。他搂着我道，老婆你真好。我想说咱们只是雇佣关系呢，但他刚受了气，我不好再气他，只能忍忍。顾川搬进了我家里，我家沙发床就当做他的临时床铺。他的检查结果陆陆续续出来了，全部是阴性。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再也不用偷偷喷消毒液了。我加了夜班，白天正在补觉，顾川突然推开了卧室房门，气冲冲地跑进来。温起，你是不是有必要给我解释一下？他把我从床上拧起来，亮出手机屏幕，上面赫然显示他的艾滋检查结果。我惊讶问道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咬牙切齿道，我又不傻，我关注了你们医院的公众号，绑定身份证后就可以查结果了。你是不是有必要解释一下？看着他喷火的双眼，我努力安抚他道，我真的只是担心你的身体，你被你后妈逼着做了这么多年的高级鸭。先说好，我不是歧视你的意思啊，我怕你染上病。从我们医生的角度看，咱们早发现早治疗，没问题早安心，一点也不丢人。高级鸭？他眼睛瞪得比牛还大。你说我是高级鸭？所以说你一直以为我是鸭？你不是说自己是护圈太子吗？我闺蜜说你是护圈做鸭的太子。我小心地瞟他，看他脸色越来越不对，被人拆穿了，很尴尬吧？顾川快疯了，有问题多上网查查，别没事就脑补，行不行？等他打开网页，出现关于他的信息，我才知道护圈太子是什么意思。蒋薇薇真是害人不浅，我很想找地洞钻进去，但我不能，我只能嘴硬说。总之检查一下也没坏处。他突然冷笑一声，把我按倒在床上，俯身上来，将我的双手举高到头顶，用力按住。我的睡裙被吞到了大腿。他邪恶一笑道，确实没坏处，我有体检报告了对不对？对，我隐约有些不好的感觉。琪琪，我没料到你这么喜欢我，就算我是鸭你也不嫌弃我，我真的好感动。感动就感动，别拿枪指着我。我脸红心跳脚，把他踹下了床。他凶巴巴盯着我说，琪琪你骗人，你那天晚上明明说有体检报告就行的，脑浆摇匀了再跟我说话。我抓起床上的东西就往他头上丢，
他在我枕头、玩偶的各种攻击下落荒而逃。顾川和哥们儿打赌输了，惩罚是铁人3项干满1周。我才送了10单，别人都乐滋滋下来拿外卖，只有你跟我抬杠，还把我投诉了。被我扣掉车标的宝马摩托车，全国限量29辆。第二天，他用家里限量版豪车注册了滴滴，为的就是给乘客一个舒适的环境，尽量减少投诉。结果他接的第一单就是我，还光荣上了八卦号，真是小母牛去南极，牛逼到了极点。琪琪，别人都是看中我的钱，但你不一样，你看中我是鸭子啊，不是，就算我是鸭子，你也看中了我。不对，怎么说来着？所以他那么有钱，还好意思拿我1万1的工资？我捂住心口，痛心疾首，这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正义的缺失？顾川说，他爸在后妈撺掇下，让他和后妈闺蜜家的女儿订婚，就是那个小贱货，你见过的。顾川不想被操控人生，他虽然有钱，但不快乐。我有很多快乐，但我没钱，看我们凑一对，刚刚好。他说，我真是谢谢你的夸奖。他爸妈背着他把婚期都定下了，还断掉了他的卡，没收了他的车。我想带你回家，不为别的，就想恶心我爸和后妈。破碎的家，早死的妈，隐身的爸，恶毒的后妈和不快乐的他，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帮他一把？他爸在自家别墅约见我，我随意的扎了个马尾，穿了个 T 恤牛仔裤就去了。后妈亲自给我们开的门，看见我的装扮就讥讽道，全身上下不超过100块，你这种人怎么好意思进我家的门？我理直气壮道，穿什么有那么重要吗？几千万的衣服上还不是挂着你这种便宜货。 KO 掉后妈，顾川领着我走进客厅，顾川的爸爸示意我们坐下，他开门见山道，温医生，多谢你这些天照顾不孝子，但他已经有了婚约，你是体面人，我就不说丑话了，你自己离开他吧。顾川给我一个神色，我开始了表演。我一脸沉痛，抱住顾川的胳膊道，我卑微的恳求您，求求您不要分开我们，我真的好爱他，他是我的心，我的命，我的希望，我的光，我爱他的人，也爱他的钱，除非死亡，谁也不能把我和他分开。顾川的爸爸没料到我既窝囊又坦诚，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说什么。后妈用胳膊肘戳了他一下，他从身后取出一个信封，这里是500万的支票，你工作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。顾川忍不住在旁边吐槽，当我是死的吗？如果一个女人不想离开你，只是筹码不够，儿子，我只是帮你看清女人。他爸又加了一个信封，温医生，这里还有1000万，够了吗？如果你犹豫1分钟，那我就减少100万，直到所有的钱都扣光。他的声音很有压迫性，双眼犹如雄鹰一般锐利，仿佛可以把人看穿，到底是沉浮商界的狠辣男人。我双眼放光，伸下那2个信封，后妈忍不住露出了胜利的微笑，她用眼神对顾川爸爸说，看吧，这就是个见钱眼开的女人，和其他人没什么不一样。我抓起2个信封，轻飘飘地把它们扔了出去，这点钱我根本看不上。我反手从包里掏出信封，霸气地扔在桌上，送你们3个亿，你儿子归我了。小贱货那里马上给我退婚。信封沉甸甸的扔在桌上，啪的一响。后妈疑惑了，她用眼神对顾川爸说，不对呀，我明明调查过他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。顾川爸这么有实力，是不是查漏了什么？我看着疑惑的2人，嘴角勾起了胜利的笑容，他们动摇了。顾川给我比了一个大拇指，我俩手拉手离开了别墅。顾川问我，信封里是什么？肯定不是3个亿。我摇摇指头道， No， 就是3个亿。等我们离开后，他们肯定会打开信封，那里面是一张 A4 纸，上面打印着几句话，中秋节要到了，我送你3个亿，送你1份回忆，送你1份情谊，送你1份心意。想到沉浮商界的狠辣老男人被我戏耍后暴跳如雷的样子，我觉得很爽。顾川的爸妈终于知道我不是个好惹的主，长达1个月时间，他们都没跟顾川联系。这天我正在上班，院长来找我，有个 VIP 病人要做手术，他病情危急，必须你上。我简单的看了一下检查报告，发现病情很复杂，手术对技术要求很高。你是我们院做这类手术最顶尖的医生，我只是个普通医生，但院长不瞎，他知道谁的技术最厉害。我给顾川发了条消息，然后就上了手术台。患者已经准备好了，头被被单遮了起来。这一场手术我主刀，和10来个医护人员在手术室待了8个小时，手术很顺利的完成了。医护人员把被单揭开时，我发现病人居然是顾川他爸。我从手术台上下来，出门就看到了顾川和他后妈。顾川说，我爸的手术是你做的？我点点头，认真道，手术十分成功，病人会转入病房观察数周。我身子摇晃了一下，做这种高精密手术真的好累啊。顾川扶住我，我送你回家。我摆摆手，医院有单人床，我先去睡一下，你去看看你爸爸。顾川爸看不上的穷女人收到了他送的锦旗，蒋薇薇夸张的叫道，护圈首富送的锦旗，这就是你的金字招牌呀。我十分装逼的淡然说道，还行。绿茶同事咬碎银牙，沈笑含泪夺门而出。听说他本来向院长争取这个机会，但因为技不如人，院长不鸟他，在专业技术上用实力碾压他，比打嘴炮更让我痛快。院长在会议上公开表彰我，我自嘲道，没什么好夸的，我只是个不会写论文的基层医生。在场的主任们脸有点黑，我一直在救治病人，根本没有时间写论文，没有论文不能评职称，职称与薪酬挂钩。医术高超的医生如果没有高级职称，可能薪酬过低，也无法获得公正的社会评价。院长清清嗓子道，这个我们今年会好好改革。我微笑着说，那我就等着了。我去病房给顾川爸检查时，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敬佩。温医生，院长给我说了，是你救了我，我病情复杂程度，放眼护城只有你能接这个手术，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风轻云淡道，救死扶伤是我本分，应该的。他爸对顾川说，这么好的媳妇，你可给我看好了。他又转头对我说，温医生，我儿子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的，你尽管跟我说。后妈在旁边惊叫一声，老公，你说什么？他爸沉下脸道，把婚约取消了，能配得上我儿子的只有温医生。我深深怀疑老家伙是怕病情复发，干脆让他儿子娶了我，跟我套近乎。我忙解释道，您的病复发概率很低的，
他像是没听见我说的话，打电话吩咐秘书挑一个良辰吉日，把我和顾川的婚礼办了。我有说过要嫁给你的儿子吗？两道视线狠狠地盯着我，是顾川的后妈。我笑了笑，低声对他说道：我说过，顾家门槛我用脚皮都能迈过去。后妈两眼一黑，差点晕过去。顾川约我吃饭，在外滩的餐厅俯瞰护城的风景，小提琴手在旁边卖力的演奏。我查过了，这家餐厅人均2万起，这吃的都是人民币呀。吃完饭，管家送来一份甜点。顾川殷勤地看着我，眼里有星星。我拿起勺子，刚要掏一勺，又马上停住了。这里面不会有一枚钻戒吧？你是不是要求婚？他一脸失望。琪琪，你就不能假装糊涂一下吗？我摇摇头，别搞这些花架子。首先，戒指不知道有没有消毒，放进蛋糕里很不卫生。其次，我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吞下戒指，这样会很危险。他一脸无语。我从蛋糕里挖出那枚钻戒，放到清水杯子里洗了洗。你直接把它拿给我，我也会爱。钻石好大，我好爱。人间多一点我这种直球选手，会有很多男女少走许多弯路。不远处的黄浦江上绽放了绚烂的烟花，还有几十个无人机凌空飞起，组成了川崎。喜欢吗？他问。超级土，我是土狗，我超爱。但我马上愁眉苦脸道：我去网上查了，你们这些什么圈的太子，不是都爱女明星和网红吗？比如金圈太子王某人，每个月换网红比换衣服还要勤。前阵子还闹出一个私生女，输了点液，想你的液。顾川一脸鄙夷，我和他能一样？再说了，你是觉得自己不如女明星，还是不如女网红？我的酒劲上来了，大着舌头说：那哪能啊？我觉得天上地下老娘最棒。这要巧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有实力的女人最美，你在我眼里闪闪发光。他笑了，眉眼弯弯。深夜，他扶着醉酒的我回到了家。他洗完澡，用了浴巾围着，露出了腹肌和人鱼线。身为一名医生，绝不可以因为腹肌就害羞、尖叫、扭曲、爬行。我一定要淡定，要坦然自若，要气定神闲。我猛地跳起来，扒开他的浴巾，大叫道：富婆快乐呀！顾川咬牙切齿，抓住浴巾的一角。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让姐姐来给你检查检查。我扔掉浴巾，酒似乎醒了大半，又似乎更醉了。丰富的临床经验告诉我，这是个狠货。他还有闲工夫找东西。他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一沓纸，递到我面前。这是什么呀？我哪还看得清楚字？我的体检证书，你要的啊？我脑子还没转过弯来，就被他压到了身下。温医生，我要做个详细检查。也不是不可以。后来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人怎么能像泰迪？这一晚我体会到了富婆的快乐。滴滴叭叭，倒车入库喽。温起，你闭嘴。番外一，我和顾川的草坪婚礼上，小贱货也来了。他和一群小姐妹在甜品台旁边吐槽我，也不看看他什么身份，怎么配得上护圈太子。我从桌子下缓缓站起来，因为刚才鞋子掉了，我刚好在弯腰穿鞋子。他看见我突然出现，脸上有一丝的惶恐，但马上挺起胸脯，色厉内荏道：我就是说你怎么样？我笑了笑，我是配钥匙的，请问您配钥匙吗？您配吗？您配几把？小贱货气得发抖。你怎么还骂人呢？我抓着旁边的餐刀，在手中划出一个圆圈。我不光骂人，我还会捅人。放心，我是医生，捅你108刀，刀刀见血，但刀刀避开要害。小贱货哭了，小姐妹们散了。想给我添堵的后妈在看热闹的时候崴脚了。番外二，在婚礼上，顾川爸爸十分激动地夸我，我怀疑他喝高了，这么能吹。然后他在众目睽之下说要给我10个亿，在座的人无不露出羡慕嫉妒的眼神。成为首富的儿媳，简直就是一飞冲天了。10个亿是什么呢？金砖、股票、现金？大家纷纷猜测着。在儿子儿媳新婚之际，我送上10个亿。只见他拿出一张纸条，拿着话筒字正腔圆地念起来：工作亿，帆风顺，成就亿，名惊人，生意亿，本万利，事业亿，飞冲天，生活亿，劳永逸，人生亿，帆风顺，好人亿，生平安，出门亿，日千里，工作亿，马当先，旅行亿，路顺风。好吧，出来混，迟早是要还的。商界沉浮的老辣男人，惹不起。全文完。